去年我们就有做过关于雅载样板的一期分享啊，其实当时那个样品的完成度就比较高，里面这个内容还是我觉得涵盖的比较多的啊。不过最近可能是因为出货，很多朋友们又去回看或者翻看那个视频，索性我就想一想啊，这个大货我也是刚拿到，就干脆跟大家再讲一下关于大货的一些不同，补充一下曾经那个视频中没有提及到的一些内容啊。刚刚拆一半啊，就边玩边跟大家聊一聊。首先还是可以看这个包装啊，实际D1之前从那个黑角开始，我觉得它这个包装比较成熟的。正常版本的话，就是关于雅载的这样一个峰会，后方能看到很日漫风格的这种类似于反派的那种剪影啊组合在一起，整体还是那种漫画感。失控版的话，这个盒子实际会更简约一些，正反两侧呢有黑红不一样的底色。丧尸化这个眼睛，无论是正常版还是它这个失控版啊，前方的造型都做出了这种亮光的一个表现。旁边呢汉语拼音牙牙，当然它这个盒子不是特别硬那种啊，在平时打开的时候，如果你是比较在意这一点的话，就不要太用力啊，以免这个盒子裂开。内包的话是这种黑色的吸塑，但是这种无法复原的胶贴，这种方式我觉得是可以的。本体的话，首先它的形象外观，我觉得真的不必要多聊啊。大货对于当时样板的这个还原程度来讲，我觉得可圈可点，很灵动、很有趣的这个很卡通的二次元造型，整个东西拿在手中的这个质感效果，对比于第一款黑角啊。之前样板那个视频中就说，相衬之下，黑角就会显得像一个半成品或者实验品。头雕部分的话，实际涂装要比样板更多一些那种类似于消光或者亚光的感觉，实际样板还是有一点点油光的。替换上还是之前那个设计啊，除了本体自带的啊，它还单独配了一个连着脖子这个下巴的一个零件。对比的话，它这个下巴的长度会略有不同啊，当然你实际不需要替换啊，身体上自带的这个就足以应对你日常的一个搭配。之前讲样板时候没能提及的是光效这一部分啊，它配备的这个大斧子后面的特效键内部是可以安插一个磁吸灯部分，需要自己动手去组装。点亮之后的这个层次感不错的，因为它特效键本身比较立体啊，一环套一环，明暗的呼应。再次点亮的话是变成一个这种呼吸的效果。实际这种灯效的话，目前的产品搭配的比较多啊，但因为它这个特效键处理的还不错啊，所以点亮之后的那个质感是我觉得可以排到比较前列的。特殊要强调的是啊，这个在替换安装的时候，后方尾端的这个零件呢会比较紧，尤其是在第一次插拔的时候啊，加热一下或者缓慢的把它拔出。尾端也是个拼接嵌套的结构，需要把中心部分的这个零件拿掉，这里也会比较紧啊。但是有一个小窍门，就是你可以拿特效键的堵头从内部去插一下，把这个后面这个零件顶出来。这一部分操作呢，还是要注意要小心啊，因为斧子本身它这个结构也并不是很粗壮那种，你硬插硬拔容易损伤到本体的这个配件。然后呢，这个手感部分紧实程度啊，掰起来这个阻尼感啊，我个人都是比较满意的。可动表现呢，实际它这个造型这一身小布衣都是短袖短裤啊，也没什么阻碍。这个照比于之前的那个样板也不会有什么缩水。靴子这个口，实际捏上去要比之前更柔软了一些，就是左右掰的时候会幅度能大那么一些。当然，这种短靴造型的一个先天限制呢，还是会导致它这个可动性一定不如那种低帮的鞋子那么好。掰的过程中也能看到啊，这个关节连接的零件，尤其膝部关节会明显一点，它会有一点色差，强光下或者你在变换角度的时候会显得比较明显，应该是材质不同所导致。这个在未来的产品上希望能再进一步啊，优化优化。以上是两个版本共性的分享啊，共性不像啥好词儿，就是两者都有的一些呈现。针对于失控版本的话，还会有一些不同的设计啊，相比于之前样板。
首先是在样板时候，我就非常喜欢的一个配件啊，就是这个飞头墨西干的一个造型啊，平时可以当做一个武器或者腰部的挂坠。比起样板会多做出了脖子的这一端关节啊，也就是说它可以真正实现充当吧一个头雕的功能。大家一定会有想法把它真的当做一个头连接上，索性它就弄了一个连接件，方便大家去替换。原形态下之前样板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躯干的肤色和面部区别比较大啊，目前这个问题有所解决，肤色的一体性上照比之前是有提升的。然后是两个造型的替换上，就有一个这个红色的丧尸素体嘛，小臂上端做了一个快拆设计。日常你在替换服装的话会更方便一些。靴子里面这个关节是那种斜插，找准位置，可以把这个手指抵在靴子后方向前去用力。肩部这里的球冠也做出了易于替换的设计，可以取下安插在正常那个素体上，实现一个局部丧尸化的造型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失控版本整体的玩法又多了一些相互搭配啊，可以的。这里还有一个，我给大家看啊，就是它这个说明书是一个类似于这种线稿画稿啊，挺可爱的。包括于关节的一些替换键呢，还有磁吸灯组。重点说的是会有一个小卡包，里面按照官方说法是有不同的那种隐藏卡片啊什么的啊。我刚刚拆了一个啊，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那个，据说会有可能拆到是有签名的卡片还是什么的啊？这个和刚才那一样啊，这应该就是最普通那个卡。大家拿到大货的时候可以拆开看一看，有没有可能拿到完全不同的闪卡呀，或者什么 SSR 那种。回到人偶本身的话，和之前拍样板的时候感触一样，就是风格化很强，并且特别有活力、很灵动动感的那种设计。就你不掰什么太多造型，你就往这一站，你也觉得它好像拽拽的那种。最主要还是得益于原本就是雅仔这个人物设计就很扎实，所以呈现到玩具上来讲就非常的讨喜。起码就我个人而言，是对于这种造型的玩具没有什么太多抵抗力。大家拿到手中之后，也可以多掰一掰、玩一玩，或者研究研究怎么样能够更出边。然后呢，这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